嗨，我是大明，这里是 D-Min Studio。吹了这么久的半音阶口琴，也该来介绍一下我所拥有的乐器。我平常都会把它放在我的电脑桌旁边，这样我随时要练琴、随时要录音，我就可以马上的拿到它。今天我会依照我所拥有它的时间顺序来介绍给你。好，接下来大家可以看到我手上拿了2把 Suzuki 的 Fabulous， 一把是我早期一开始吹半音阶加入到天狼星口琴乐团的时候买的，然后这把是我在中期的时候又再买了一把当做备用琴。那第一把琴，这个2011年那时候买的时候，应该是在5月左右，到现在已经我一直吹到2019年，所以我使用的时间也算是蛮长的。我已经把它原厂的这个同镀银的琴身卖掉，所以我现在装上的是 Sirius 的塑胶琴身。那我有在它的高音区有做风道的填补，风道在高音区的时候会有一些空隙，那空隙会造成高音区比较难吹，所以我有手动做一些填补，那效果还不错。然后按键跟吹嘴，按键是一开始的按键，吹嘴是换过的，原本的那一副吹嘴已经磨损的非常严重，就是褪色，然后它的内侧也有大量的磨损到它按键速度已经是非常慢了，所以我后来就把那副吹嘴丢掉，后来又花了大概1万块左右换上了这个吹嘴。然后盖板的部分，盖板是一开始最旧的那一副盖板，所以你可以看得到它上面有一些牙齿的痕迹，然后盖板的样式也看起来有点老旧，有一些黑化的状况，而且这个已经是我刷过的时候，原本是黑的更严重。因为银的盖板在使用一段日子之后，它会氧化，所以它会渐渐的变黑。那你可以去清洗它，可以稍微还原，那把它变到一个比较亮的样子。包含内侧也是盖板内侧也是同样的状况。那这把琴换上塑胶琴身之后，我觉得它在实际的演奏上其实是非常有利的，因为你在吹奏大量的快速音阶，包含你乐团演出的时候，我们都会手握着麦克风，其实那个重量是非常有感的，就是你换上塑胶琴身，然后再拿麦克风，会比你用原本的这个琴身会轻松很多。接下来是这一把，我后来在乐团中期的时候，我花了一些钱，然后再买了一把 Fabulous。那这一把的琴身是朋友给我的，然后我有对它做打磨，就是我比较不喜欢银色的样子，我比较喜欢它有裸铜的颜色，所以我对它做打磨。然后盖板、吹嘴跟簧板都是就是全配，全新全配这样。那这把琴我后来大部分的时间都是用在就是备用琴，也就是我上台其实会带2把半音阶上台。如果你们有去看那个2017年天狼星口琴乐团在世界口琴节比赛的那个冠军影片，你们就可以发现，其实我上台前我有蹲下来，然后把琴放在地板上，这就是我的备用琴，就我会习惯带2把琴。然后那时候我是2把都是带就是塑胶琴身，所以我2把在高音的地方我都有做填补的动作。那我后来有把一个琴身卖掉，所以装上了这个朋友给我的琴身。那这样这个配置就是原厂配置，就是原厂 Fabulous 的配置。那其实 Fabulous 我也使用过了好一段时间，因为那时候在我们还没有开始自己做口琴之前，我花了很多时间在吹 Fabulous， 然后我也尽量的去对它做稍微的改制。一开始原厂 Fabulous 来的时候，我第一个印象就是它的簧片明显比较重，因为我早期是吹 Hohner Super 64，就旧款的。那换到 Fabulous 的时候，我觉得它簧片很重，会有一种吹不动的感觉。然后一开始来的时候，它的弹簧也非常的慢，所以我第一个吹嘴，其实我有对吹嘴做打磨，我有对按键做打磨，然后我也更换弹簧，所以我其实对 Fabulous 做了蛮多事情的。然后后来开始自己做口琴之后，这2把琴就比较少在用。对，那等一下我会提到一些关于就是为什么我不用的这些事情。Suzuki 的中阶款 Sirius 系列跟这个高阶款的 Fabulous 系列，带给我的感觉一直都是音色很稳定。但我后来转到吹 Hohner 系列的簧片，主要是因为我觉得它音色太稳定，也是一个比较无趣的地方。也就是说，如果我今天想要做一些音色变化，我在这把琴上其实是比较难做的，所以我后来就选择了没有继续吹这个 Fabulous 系列。那这个 Sirius 系列跟 Fabulous 系列还有一个比较大的特色是它的簧片稍微长一些，也就是说你在吹一些快速音阶或者是在吹到低音的时候，它的反应并不是那么的灵敏。
或者是这个簧片会震动的比较久，也就是这个音符听起来会比较没有颗粒感，它会比较黏。你可以吹出一些很顺畅的东西，但它的音符就是会比较黏在一起。然后我个人是比较喜欢颗粒感的声音，所以我后来选择就先没有吹它。频道里面的各个录音里面，其实你都会发现我会用这一把琴，因为这把琴我通常都会拿来做一些比较衬底的声音，因为它的声音的延展性还不错，所以它在做一些衬底的时候会相对的非常的适合，非常的称职。好，接下来我们来介绍这个 CX2 Jazz 版。那这把琴有一个有趣的故事就是在2017年，天狼星即将前往世界口琴节演出跟比赛的时候，那时候我就跟自己说，如果那时候比赛可以拿到冠军，我就要当场去 Honor 的这个贩售柜台买一把这个 CX2 Jazz。这把琴一直是我非常喜欢的琴，所以我就给我自己一个目标，然后想办法去达成它。好，那在宣布可以拿到冠军的这个当下，结束之后，我就到这个 Honor 的柜台去询问，就这把琴。后来发现，其实在现场买的价格是比在台湾买更高的，所以我后来就决定回台湾去买这一把琴。好，那时候买到的时候，我还有跟这个奖杯就是拍了一张照片这样。那 CX12 Jazz 它的优点，或者是说我很喜欢的点是，我觉得它的颜值还蛮高的，就是我蛮喜欢这种。比较沉稳的金色系列，然后它的设计也比较不一样，它在吹嘴的地方做了一个比较倾斜的设计，就是它这个系列有很多个颜色，就早期有出了很多个颜色，那目前你还可以买得到，就只剩下黑色跟这个 Jazz 版，那金色应该也是绝版的。黑色的 CX2 我在高中的时候也有买过一把，后来我买了这把之后，我就把黑色那一把出掉。爵士版一直带给我的感觉是，我觉得它的气密性跟它的音色都比较好，所以我比较喜欢这个爵士版的样子。那我就决定把黑色的琴出掉。爵士版的这把琴我后来买回来做了一些改装，我在它的琴身，在它的盖板。也不能说是盖板，它是一个包覆性，就是在它盖板吹嘴的这个壳里面，我做了一些金属的加工，就是让它的声音听起来更沉稳。那如果你是拿原厂琴的话，因为它是整把是塑胶的这样子，塑胶的基底去做的，所以它的声音会听起来比较撕裂一点。就是你在吹大声，在吹小声，其实都会有一种撕裂的感觉。所以我个人是比较没有那么喜爱这个感觉，所以我就把里面做一些金属加工，让这个声音更有金属感，然后更沉稳一点。就这把琴拿起来也会比原厂琴重。那 CX2 最大的特点就是它在拆装的时候可以很简单的拆装，按键可以直接拆下来，然后后面的这个铁条把它拿下来之后，你就可以把簧奏板拿出来。但它有一个我觉得比较难以在维修上面比较麻烦的地方，就是如果你今天口琴在调音的时候，如果一般的半音阶口琴你在调音的时候其实很快的，因为我很上手，所以我整把琴调完音，调到假设我想要442、443或者是445，那我可能整把琴调完音可能花不到我20分钟。但是因为 CX2 的设计关系，就它的吹嘴不是在它的琴身上，就你要拆你就要整把拆，所以就会变成你会花很多时间在拆装这件事情。那在调音上我觉得是比较麻烦的，不过总体而言，我觉得它是一把很有特色的琴。那我也比较常用它来吹奏一些需要比较粗暴的声音，例如我在《浪子回头》里面中间的电吉他 solo 我就有选用了这把琴，然后在《One Night in 北京》的某些片段我也会用这把琴去吹。它是属于比较有撕裂感、比较粗暴的声音。那比较大的演出场合就是在前几年的韩国首尔口琴节，我有拿这把琴上台吹奏 Liber Tango， 然后那时候我调整的方法是我把它间距调得比较大，所以因为 Liber Tango 这首曲子，赵腾老师在编曲的时候他就编了大量的断音，所以我会需要很大量的使用舌断音，我就把间距调大一点，会在演出上会稍微方便一点。接下来大家可以看到我手上有3把这个 Laylabs。Laylabs 这个手工琴是我2019年跟天狼星口琴乐团的赵腾老师一起创立的手工琴品牌。那在这里面我们也做了非常详细的调整，以达到我们可以实际上拿去录音、拿去演出的需求。那我手上有3把琴，有2把是单层簧板，然后1把是双层簧板，这都是从德国 Hohner 的
Super 64系列跟 Super 64X 系列所改制的琴，也就是说我们其实蛮喜欢这个声音的基本簧片声音的特性，所以我们选择用这个材料来做改制。那双层跟单层的差别就是在声音上会有不同的样子，所以我通常也会拿它来做不同的用途，我不会就是随便选，我会在某些场合或某些曲子的段落，就是特定会用某一把琴去吹奏这样子。那比较不同的是 Laylab 系列，我们采用的是像我手上3把琴，这3把琴采用的都是木头的盖板跟木头的琴身，所以在吹奏一些比较需要有粗暴声音的时候，其实我是蛮喜欢的。因为金属的琴啊，它虽然高频比较多，但它在吹一些比较大音量的时候，反而会有一点被限制住的感觉。那我更喜欢做的事情是稍微比较有撕裂感的声音，所以我觉得木头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那同时间，我也觉得木头的质感，就是握在手上的感觉，其实是比较好的。所以我们后来就选择采用木头的琴身跟木头的盖板去做这一把琴。单层的，我手上我共做了2把琴，就是为了我自己演出使用。那这2把琴其实我就是很简单用外观上做分别哦，就是一个是红色盖板，一个是一般的黑色盖板。那这2把琴比较大的差别是我在间距上做了调整，其他东西设定都是一模一样。那红色这把琴我的间距是调的比较大，也就是我会拿来做一些比较多段音的曲子哦，例如像 Gypsy Medley， 它中间有一段很长段落的快速音群，那它有一些东西是需要做段音的，或者是清风侠哦，这种比较大量段音的东西，我会用间距比较大的琴来做哦。那通常我会拿它来演奏一些比较浮夸的曲子，也就是音量变化比较大的哦，因为我在调整间距的时候，我把它调得比较大，所以在吹瞬间力道的东西的时候，会比较容易吹，也比较不会有闭簧的状况。那另外第2把 Laylab 我就把它调整的间距稍微小一点，就是拿来吹一些比较多线条型的东西。所以如果你今天在我的频道里面看到我演出，我大部分都会拿这一把琴做演出。也就是说，我在录影的时候，其实我是比较容易去控制我的力道，所以我就会选择用一个间距比较小的那去做录影的演出。但是如果今天是演 live， 例如我上世界口琴节或者是韩国的这个舞台，这种比较属于 live 的，会有观众气氛影响的，那我就会选择用这个间距比较大的琴做演出。所以一把是我拿来录音用的，一把是我实际上台会演出用的琴，这样。好，那2把琴其实我吹到目前为止都觉得还算满意。那唯一可能对一般人会有影响的，可能就是木盖板。好，因为木盖板的它声音比起一般原厂的金属盖板声音会稍微小一点，但是对于我们来讲其实没什么差，因为我们演出跟我们录音都是会经过音响系统，那录音当然就是经过电脑，我们都可以在后期做调整，所以这个一点点音量差别对我们影响并不大，所以实际上我这几年在吹下来，我都会一直用这2把半音阶在演奏，那这2把半音阶也是我目前为止的主力琴。接下来我手上这一把是双层黄板的 Laylab， 那它是由Super 64X 的旧款改制而成的，所以但旧款的这个琴已经停产了，所以现在就是卖一把少一把的意思。那这把琴它比单层的更不同的地方是，它声音比较有颗粒感，它声音比较有力道，比较有颗粒感，所以通常我在吹奏的时候，我都会把它放在比较属于主旋律的时候，我才会用它。那也有些人会觉得它的声音有点电电的哦，就是没有那么的温和，会有一个比较特殊的声响效果。那这把琴的中低音会明显比单簧板的 Laylab 好吹，然后听起来也会比较有力道一点，就是因为它双簧板它的簧片震动的幅度会比较大一些哦，所以它在音量上跟它在音色上都会比较特别。
那通常我会把它放在主旋律的时候使用，尤其是如果像我们天狼星乐团有6个人，那有4把半音阶。今天如果大部分是我主旋律，那我可能会选用这一把琴，因为它声音是比较突出、比较有特色的。那这时候你在吹奏上就会相对轻松很多，你不用靠你的嘴型去做一个非常大量的变化，所以这个也是双层簧板的优势。那双层簧板就是声音独特，所以你可以做出一些平常你比较听不到的声音。那其他的设定都跟我另外2把的单层簧板 Laylap 是一模一样，就是按键的柔软度啊，然后间距啊，然后配置其实都是一模一样，只有从单层簧板变成双层簧板。2019到2021年的期间，我用了 Laylap 口琴做了很多场演出，那包含天狼星口琴乐团的 CD 录制，还有我自己频道内的影片拍摄。那目前为止最满意的地方，就是因为采用 Hohner 的簧片，所以在低音的灵敏度上，还有音色控制上都非常的容易，也非常的顺手。那 Hohner 口琴还有一个很值得赞赏的地方，就是它的这个16孔系列的按键非常的顺畅，也就是说我们拿这个按键做改制的时候，我们也可以保留这个顺畅的特点，让这个按键非常的快。当我习惯吹奏一些快速音阶的时候，我不用花精力去担心按键弹不回来，或者是簧片停不下来的问题，所以在使用上目前都还算是蛮满意的。最后一把改制琴是我2020年的时候做的，由 Hohner Masterclass 改制成的 Laylap 系列。那这个是14孔的琴，14孔的半音阶口琴。原厂 Masterclass 的主要问题是它用铝的琴身加上金属的盖板，所以高频听起来比较刺耳。那这把琴我先把琴身换掉，换成由黑巴士制作的钛琴身加上木头的盖板，所以这样就会让这个琴的原厂琴的高频声音就是消减很多，然后也会听起来相对舒服一点。其实 Masterclass 我在高中的时候我就买过一把，不过那时候没有什么样改造能力，所以就一直觉得那个声音没有很好听，然后气密性也没有很好，所以后来我就把它便宜卖掉了。那等到我开始有能力自己改造口琴之后，所以我做了一些调整，然后换上一些我觉得比较适合的材料。那吹嘴的气密性也因为调整之后会变得蛮好的。那这把琴我其实实际上没有拿上台演奏，我也没有拿来录音，主要是因为我吹14孔琴非常不习惯，我会因为左边比12孔的多2个孔，或者是比14孔的比16孔的琴少2个孔，然后会让我感到非常的焦虑，就是我会在吹的时候，我会一直有一种不知道要吹哪一孔的错觉，所以这把琴我目前为止还没有拿上台过。那大部分我都把它放在我电脑桌旁边，例如我在编曲的时候要试一些句子，或者是我会练习一些萨克斯风音域的曲子，然后这些曲子我就会拿14孔的吹，非常的适合。那另外一个特点就是因为它是直列式按键，所以它的键程比较短，它在按键的时候可以非常的快，所以如果你在吹奏一些快速音阶的时候，你可以不用太担心按键会来不及的问题，你只需要担心就是你吹吸气换气不够的问题。以上就是今天所介绍我常用的几把口琴。那实际上我拥有过一些半音阶也后来卖掉，例如 Suzuki 的 Sirius 系列我后来也是把它卖掉。那 SCX 系列我把它放在我工作的学校，就是有时候要教口琴的时候临时要用可以拿来用，或是 Hohner 的12孔系列我目前也是借给朋友在测试当中。就是这些口琴其实都蛮有趣的，所以我也蛮鼓励大家可以尝试多买不同种类的口琴，除非你真的对那支琴情有独钟，或者是像我工作上的需求，我会需要同样性质的琴，可能有2把或3把是就是作为备用的，不然我会非常建议你就是多买不同的琴，因为每种琴都有不同的特色，然后你也可以感受一下你的嘴型变化在这些琴里面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这样对你成长也是非常有帮助的。今天很开心把我所常用的半音阶口琴介绍给各位。那如果你有对口琴有任何的问题，你可以在留言区告诉我。那资讯栏里面也有一些口琴相关的课程，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看看。这里是 D-Min Studio， 我是大明，我们下次见，拜拜。